南宫采出的丹药果然厉害，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2境上品的修为。试炼夺魁，靠的是令符数量，只有1日了，仅仅过关，必然不能替他拿到青之玉魄。早知如此，之前便应该和你一决高下。何朝夕与孙醒之前见过，却未战，方而识之。所以现在令符最多的，便是你了。狄院长，丁宁能够留到现在，是否令你不大愉快啊？哎呀，脸色不要这么难看嘛！啊，白杨青藤已经合一，他也是你的弟子嘛。白杨洞终将不复存在。你越是牵挂这门户之争，越是告诉世间，白杨洞还实质性的存在着。心胸要放得开阔一些。若是连眼前的这片天都容不下，又岂能容下这座山呢？又怎么能搬来远处的那些山呢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不论是白杨洞还是青藤剑院，都属于大恒王朝。你我不论身份如何，我们都是恒人。徐望旭，我的确不如你。你若这样讲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师兄，该是最终决断的时候了。好。
他在做什么啊？他好像有什么目的。可是他快和孙醒撞上了，孙醒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哎，怎么碰上二师兄了？他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端木，你再说两句，我姐夫不行呗？还不死心呢？你认为我随便说两句，丁宁就能战胜得了孙醒吗？可笑！既然你这么幼稚，我遂了你的愿也好。如果丁宁想战胜孙醒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孙显师兄，来战！这个时候，你想牺牲自己换南宫彩书进前3？不，我要击败你。长夜过去，已然日出，你便不要做梦了。我从入门测试开始，你就觉得我是在做梦。可是我证明了自己，甚至比你都快。在此之后，你觉得我不可能战胜何朝夕，可是到最后还是我赢了。虽然我进入白杨洞的时间不长，可是白杨洞带给了我很多惊喜。师父、李道基师叔、江离大师兄，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。只有你，从一开始就跟我不对付。不过我和你一样，我从一开始也不喜欢你。你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那种想要踩着别人往上爬的气息，就连尊敬你、仰慕你的同门师兄弟，都可以变成你踩在脚下的垫脚石。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留在白杨洞。一会儿等我击败了你，你最好尽快从我眼前消失，要不然我会换着法子对付你。居然反过来威胁我，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孙显师兄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就别废话了。如果我今日真的败给了你，那我以后也就不配再待在白杨洞了。难道你真的能战胜孙醒？丁宁，你若取胜，我便为你起命。江离师兄，规则上说，相遇便要对战。也好，那我尊重姑娘，所以我出手时多有得罪了。师兄是君子，用尽全力便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好。姑娘，若是有什么担忧，你不妨直说出来。带着心事对战，可是会分心的。我只是担心，若我能赢你，等下要应对的对手很可能是孙醒。我对他不是很有把握，若我真的不幸输了，让他那样心狠手辣的人多亏，有些可惜。孙醒师弟他……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对战本不该分心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
还差一些。不自量力！还是差了一些。能否接住我前2剑其实并不关键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接住我的第3剑。若是接不住我的第3剑，你那手臂或许很可能彻底的废掉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废掉的便可能是你的手。孙行，你这个混账，简直太阴毒了！这算什么同门师恋？姐夫，师弟，加油！姐夫，挺住啊，姐夫！师弟。是你想废了我的手在先。是你自取其辱。狼烟，狼烟出现便意味着前3名决出。我在这儿。小师弟，丁宁，你赢了。你打赢了孙醒师弟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总之这是最好的消息，不是吗？我们走吧。本次祭剑试炼，以令符最多者为首名。江离，院长，先生，我的令符数仅够过关，便不必算我了。怎么就像算了？这法法怎么会这样？
你很仁慈，这很难得。但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行走江湖，切不可如此。人心险恶，不要轻易向人释放你的仁慈。狄院长说的很对，江离还不谢过？诺。多谢狄院长教诲，江离铭记于心。南宫采书，8块。南宫采书不错哦。丁宁，3块，你击败了孙行，不应该只有3块。丁宁，13块。师傅，这次祭剑试炼的胜出者，丁宁。姐夫，好棒啊！姐夫。有你这样的学生，我很满意。谢狄院长。你做得很好，没有辜负这柄剑。最重要的是没有浪费你们的心意。今年的祭剑试炼就此结束，大家明年再聚。好，请。哎，姐夫，你太棒了，姐夫！不要叫我姐夫。不要胡闹！哎，你会去明年的名山剑会吗？应该会吧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明年的名山剑会我也会努力去的。啊，如此说来，姐，你该不会是想和他一起在名山剑会胜出？然后和他一起在名山剑宗学习，然后你们就……我希望你还是不要对我有什么期盼。为什么？至于什么原因，你可以问南宫采树。是什么原因？南宫采树，为什么？南宫，你是不是跟我姐夫在一起修炼了1个晚上，然后你们就私定终身了？幼稚！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，是罕见的阳亢难返之身。若是没有特别的际遇，在我们最为强横的壮年时期，他体内就早已五衰。啊？那……就算我知道他身体有问题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？我已然了解过，这种武气过旺的早衰之体，一般根本没有办法救治。但名山剑宗不是普通的宗门，宗门里的一些人一定会有办法。若是真想帮他，便要尽力助他在名山剑会也能胜出。这实在是太难了。他在争命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好吧，名山剑会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娘娘，此次在青藤剑院的祭剑试炼中，夺魁的是一位叫丁宁的少年。丁宁，
这个名字倒不曾听说过。他是梧桐落酒铺的一个伙计，前些日子通过李道基拜入了白杨洞门下。不过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位少年不到半日便通了玄，10日便入了2境。师傅既然赠我这柄残剑，可知他原先主人的故事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柄剑的故事？我在对战时屡屡感念这剑有一种陌路之人的决绝，想来这剑意啊，承袭了原先主人的思想。10年前，大恒王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修行之地，叫巴山剑场。你这柄剑，它的前主人燕心兰，曾经是巴山剑场的一员。后来，巴山剑场大捷，他不肯背叛巴山剑场，而被斩首。临行前，断剑以明志。因此，你能够感受到这柄剑，它决绝的剑气。又与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有关吗？你既然知道那个人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有很多事情不能提起。师兄，孙行跟我请辞离开白杨洞，我准了。希望他能够改错。丁宁，你今夜是在白杨洞休憩，还是回你梧桐落的家里？我已经数日未回，想来小姨也会担心我，所以今日还是回梧桐落酒铺休息吧。我也正想跟师傅还有师叔说，我自幼在市井长大，也习惯那样的生活。在白杨洞吧，过于清静，我自己也不自在。我想，以后就到外面修行吧。你在试炼中强行炼化了那颗黄庭金丹，此药药性强劲，我恐伤及你的身体。而且，外面的灵气远不如白杨洞的灵气充盈。当时情况特殊，我才出此下策。我今后的修行会更加小心一点。啊，对了，青之玉魄，你准备怎么用啊？我准备今晚就将它炼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也好，青之玉魄有利于破境，而且它能够帮助修行者更好地接纳本命物。这个时候炼化它，它能够帮助你消除黄庭金丹对身体造成的伤害，有很大的益处。好的，师傅。这里可是丁宁的酒馆，你是掌柜的？我是丁宁的小姨，她今日不在，夫人找她何事？你看起来很年轻。丁宁在祭剑试炼中夺魁，我就是想来见她一见。她夺魁了？夫人消息真快。啊，我去给夫人倒点茶。哎，不必了。夫人今日来找丁宁，是想祝贺她吧？我可以代为转达。我想丁宁能去参加祭剑试炼，这说明她的目标应该不止留在青藤白杨洞。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她应该是想去名山剑宗。我不太懂这些。据我所知，
丁宁是杨抗难返，我希望他能加入我门下，我可以扶持他。你们是？你无需知道我们是谁，你只需知道，夫人惜才是能帮助你们的人就对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小姨，丁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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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杨抗发作吧？是的，夫人。丁宁，丁宁，丁宁。这丁宁眉宇间透着股倔强，明明活不过30，却一心要成为修行者，还要往名山见慧去。这是血续凝香。并发时燃一小块，便能压制它的热力。多谢夫人。你醒了。刚才那位夫人留下的，说对你的身体有益，叫血续凝香。我查过了，应该是无害的。若是有害，刚才晕倒时，便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那位夫人，应该是宫里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宫帕，这香也并非俗物。他说看中你的天赋，有意要扶持你，还说你在击剑试炼里胜出了，是首命。虽然不知道他的来意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啊，对了，青之玉魄。
谢谢，谢谢。我也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？一个消息，我见过白山水了。你受伤了吗？啊？我没事。他说孤山剑藏的另一半在你师父手里，可曾传给你？宋神书死之前跟我说，孤山剑藏在灵主九手里，恒王囚禁了他10年都未曾灭口，便是想从他口中套出一些线索。你以后若想知道什么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你心思单纯，孤身行动，太过危险。你说过，不适合自己的剑，就不用留在身边。那不适合的人，就不用留在此处。师父交代，若有朝一日巴山剑场出事，务必将此剑交还公孙家人。你是谁？我是师父九死残神功的唯一传人。这次和以前不一样，你应该明白，有了这个青之玉魄，我的九幽冥王剑就可以练成真正的本命剑，所以以后可能就对你不会有太多的依赖了。如果换作是我也许未必会把青之玉魄给你。你的本命剑稳定，今后便不会走火入魔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被恒王他们发现，你就危险了。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。那你日后便跟着我吧。嗯。
这世上真有酒精吗？是不是为王者都想永生？寡人当然想永生了，毕竟有些东西舍不得，也放不下。天下至高，仅为7境，8境也只是传说，何谈9境？你的那个九死残神功，或许就是破入9境的至宝。或许九死残能打开9境之门。倘若有那么一日，我不会一个人独享，我们3人将共享永生。皇上心神不定，想来是有什么心事。臣妾愿替皇上分担。当年巴山剑场归顺者，如今都在王后的手中啊。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天下都是我王的。又何况是几个区区的修行者？寡人已经破入了8境，却始终未得9境法门之所在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九死残是破入9境法门之关键。当年我们同为7境。若不是10年前那场变故，或许他已经修成了9境。这么久远的事，臣妾已经忘了。忘了，不代表他不存在。他始终都在我们中间横着，对吗？如今王上已经破入8境，傲视天下，无人能阻挡。王上可是为了风鸣进来的传闻扰了心神。九死残是破入9境法门之关键所在。此事交与臣妾吧。